71年后的太阳，太阳是我们太阳系的中心，也是地球上生命的源泉。但是太阳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太阳在未来71年内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地球和太阳系的影响。太阳是一颗黄矮星，它的能量来源于核聚变。核聚变是指太阳内部的氢原子核通过高温高压的条件合并成为氦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些能量以光和热的形式向外辐射，形成太阳的光球层和日冕层。太阳的核聚变过程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它维持了太阳的稳定性和恒定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内部的氢燃料会逐渐消耗殆尽。当氢燃料不足时，核聚变过程会发生变化，导致太阳的结构和特征发生改变。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太阳大约还有50亿年的寿命，但是在这之前，它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亮度增加阶段，这个阶段已经开始了，它会持续大约10亿年。在这个阶段中，太阳内部的氢燃料逐渐减少，导致核聚变速率降低，太阳内部的温度和压力下降。为了维持平衡，太阳外层会膨胀，使得太阳表面离地球更近。同时，太阳表面的温度也会升高，使得太阳发出更多的光和热。这些变化对地球有极大的影响。地球上的水分会被蒸发掉，大气层会被吹散，温室效应会加剧，地表温度会升高到无法容忍的程度。地球上的生物将难以生存或者灭绝。第二阶段，红巨星阶段，这个阶段会在大约50亿年后开始，它会持续大约10亿年。在这个阶段中，太阳内部的氢燃料完全耗尽，核聚变停止。此时，太阳内部由氦原子核组成的核心开始收缩，同时释放出更多的能量。这些能量使得太阳外层继续膨胀，并重新开始氢核聚变。这样一来，太阳就变成了一颗红巨星。红巨星是一种体积巨大、颜色偏红、亮度较低、表面温度较低的恒星。红巨星的直径可以达到地球轨道甚至火星轨道的大小。这意味着，在红巨星阶段中，太阳会吞噬水星、金星和可能的地球，使它们消失或变成岩石残骸。火星和小行星带也会受到强烈的辐射和潮汐力的影响。第三阶段，行星状星云阶段，这个阶段会在大约60亿年后开始，它会持续大约10亿年。在这个阶段中，太阳外层会逐渐脱落，形成一层彩色的气体云，称为行星状星云。行星状星云是一种由恒星外层气体组成的环形或球形的结构，它们通常具有美丽的颜色和形状。太阳的行星状星云会向外扩散，直到与周围的星际物质混合。第四阶段，白矮星阶段，这个阶段会在大约70亿年后开始，它会持续无限长的时间。在这个阶段中，太阳内部的氦核心会留下一个致密的白矮星。白矮星是一种由电子简并压力支撑的恒星残骸，它们的质量可以达到太阳的质量，但是体积只有地球的体积。白矮星没有自己的能量来源，它们只是靠残余的热能向外发射辐射。随着时间的流逝，白矮星会逐渐冷却到与宇宙背景温度相同，变成一个黑矮星。黑矮星是一种没有任何光和热的天体，它们只能通过引力和量子力学的效应存在。这时，太阳就彻底结束了它的生命历程。总之，太阳在未来70亿年内会经历从黄矮星到红巨星再到白矮星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对地球和太阳系都有极大的影响。我们作为地球上的生命，应该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美好环境，同时也要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寻找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资源。